我合理怀疑就是这个是电子讯号的问题，而不是真正实际上驾驶舱谁去切断这个油门控制电门，谁啊？副驾驶也不是他，机长也说不是他，还有第三个人鬼是不是啊？印度鬼啊！印度鬼在印度飞机上他妈去把他妈油门他妈切断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佬啊。我昨天其实讲过，再解释一次给大家听。世界民航组织呢有规定，任何的航空事故空难，只要被认定为空难的，1个月内要给初步调查报告。所以呢，其实印度 AAIB 就航空事故调查局就已经先定了10号，只不过他报告还没出来。那么呢，今天阿三啊，虽然拖了天，但是呢，他还是把报告给弄出来。今天这个报告啊，就很有看头。那么呢，我从头到尾啊，把今天的报告啊解释给大家听。我相信对大家啊，应该会有某些主观意识上的认定哦。你可以选择相信我，你也可以去选择相信国外的 YouTuber 讲了一些什么狗屁倒灶的话。我从一开始事件发生的当下，Rainer turbine 掉出来没都不确定的时候，我一看航径，我就说绝对是双发失效。然后有几个国外 YouTuber 说是收错 flap， 我说不可能，常理判断绝对不可能。有人说收 gear 收到 flap， 还有人说副驾驶自杀故意放错 flap， 我都一一否定嘛，对不对？因为我用常理判断，我这样就会跟大家讲。好，那么啊，我先直接开门布公，就看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拿在手上了，这一份是15页的报告。我从最一开始啊，相关大家需要知道讯息哦，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架是波音7878的飞机，那属于 Air India 的。当天呢，载了230个客人，10个 cabin crew 哦，就是乘务员，还有2个机组员，是标准组员的飞行。那从 Ahmedabad 飞到伦敦的 Gatwick。这个机长啊是非常有经验哦，我看了一下，这机长真的很有经验。他光在这一架787上面就有8596小时，就等8600小时哎。他光在这台787上面，等于这台787一出来时，他大概就飞了。Air India 可能一接787时，他大概就飞了这架飞机了。而且他在飞787之前是飞777的，不能说他对这个飞机的系统很熟。但是至少对这飞机的一干两剁已经是肌肉记忆了哈，它不太会容易飞出一些超乎常理判断以外的事情。那副驾驶呢，这一架波音787呢也1200小时，1200小时已经飞了1年以上了啦哈。一架飞机你可以对它大概熟悉5到800小时，哈，1000小时以上就已经是算是熟悉的程度了哈。那这个副驾驶呢是从320上787的，大概跟我们越南航空都差不多，所以不算是低阶的组员。那当天啊，飞机一起飞，就不到大概40秒之内的时间，好，飞机就坠毁在医学院的宿舍楼。那从一开始大家怀疑的警翼啊，从后面影片嘛看到，哎，没有放 flap， 警翼收上的啊，不对啊，警翼一定是收上。我就跟大家讲，绝对有放警翼，也不可能收起来，只是你那个角度问题。然后呢，大家不相信我，结果这个涉事报告啊，确定啊。警翼是放出来的，然后呢，警翼啊有放警翼的手柄嘛？我当时就给大家看过放警翼的手柄。那警翼手柄已经烧毁，但是有这个卡榫，所以呢，外部的残骸警翼是卡在5的位置，然后呢，底下警翼卡榫啊，这个手柄 flap 手柄，那警翼呢内外核对嘛，里面是在5的位置，外面坠毁时5，代表呢大家都在攻北差，他这个警翼从来也没收过。没人去收这个警翼，那么我当初就讲说啊，我们常理判断，你如果一起飞，警翼不小心收掉，不小心收到警翼，你下意识都说靠北，会赶快放回来，而不是收错。哎呀 ，Mayday，不可能嘛，常理判断嘛，你一收错，他们马上放回来嘛，对不对？不可能要去叫 Mayday， 这是常理判断。然后呢，大家第2个怀疑起落架收起来，但是它事实上没收。那我当时就讲。这一架飞机啊，你不要讲说是飞机设计的多烂，这架飞机啊，警翼挂着，起落架挂着，它都可以飞4个小时，只要油够，挂着起落架我都可以飞2万英尺，飞4个小时没问题的飞机。起落架没收，飞机会挂吗？然后呢，这是正常起落架手柄的位置，
残骸的位置、起落架位置跟起落架手柄位置一致，所以是没有问题嘛。这里呢，最后呢谈到一个问题，这个叫做油门控制开关啊 ，Fuel Control Switches， 这是波音787，这是襟翼嘛，襟翼在5是起飞的位置，没错嘛，残骸上是留在5，然后呢，报告中有提到反推啊 ，reverse 是在 stall， 就是没有拉起来的位置，那油门呢已经是烧干，看不出位置，最重要的是这个 Fuel Control Switches。油门控制开关，因为昨天讲到了，他们怀疑副驾驶或其中一个机师把油门开关关断了、切断。那这个是被烧烂的油门开关，这上面是油门嘛？我们还可以隐约的看到 throttle 烧烂的油门。根据这个油门开关的位置啊，它不是在关断位，它是在 run 的位置。那既然它是在 run 的位置，就是它是在正常起飞的位置。那怎么会怀疑有人把这个油门开关给切断呢？是因为 CVR Cockpit Voice Recorder 记录到了里面的对话，但是呢 AAIB 它没有把直接的口译翻译，它只有讲说里面讲了什么话，而且也不是当下讲 exactly 一模一样的话，它只有讲说谁把 Fuel Control Switch 关掉。然后呢，另外一个组员讲 I did not， 我没有，就这样子。所以他们是因为根据这一段通话，代表说靠北，有人把这个油门控制开关 Fuel Control Switches 关掉，然后再根据，那他既然关掉了，那坠毁时应该是在关的位置嘛？那坠毁时为什么会开的位置呢？那是因为 FDR 记录到这个东西有被关掉，然后又被打开。如果没有录到这一段声音，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飞机摔了，这个油门 Fuel Control Switch 在 run 的位置，你在开位嘛。好，接下来啊，就是大佬啊要跟大家讲重点的时候了啊。来，我们一起看着这时间点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嘛，好不好？我自己把这时间点啊，媒体都没有做，他个报告也没有做，我自己把它做出来了，就跟着我一起 review 嘛。我们用逻辑来判断。在进入这个逻辑之前呢，我先告诉大家我的结论，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副驾驶或者机师自杀，把油门关断开关咔咔关掉，我铁口直断不可能，我就说不可能了，绝对不是，不可能。我们常理判断，我们前面都不讲哦，我们直接从8点07分37秒开始，37秒的时候飞机开始滑跑，就滚行嘛，37秒。8分33秒的时候呢 ，V1 飞机会自己叫，飞机是153海里，2秒钟之后155海里，合理。以我飞787来讲 ，V1 大概2秒钟到 rotate 嘛，那飞机抬头，然后呢，8分39秒的时候，地空感应器转为飞行模式，表示离地。这个每个飞机都有这个开关啊。叫做 Air Ground Sensor 地空感应器，这个东西啊装在飞机的主人上面。这个我落一个无感落地，落到这个 Air Ground Sensor 他妈秀抖了。因为我跟你讲，一起飞你会那飞机是主人先起来嘛，还会跟他妈撑一阵子嘛，对不对？等到主人完全离地，主人那边有重量嘛，他一拉起来，他还有一段阿索比在减震筒，还有一段阿索比拉起来，完全离地 Air Ground Sensor 一感觉，哎，空了。在空中了。好，我们现在从这个8分39秒的时候，39秒为基准开始买离地，42秒的时候才3秒钟，就是一离地才3秒钟，1秒钟之内啊，2具引擎燃油切断，它还是有1号发动机、2号发动机咚咚切断，然后呢，就记录到发动机被切断之后，1秒钟之后，哦，马上驾驶问对方，靠背为什么切断？那另外一个是说，那干不起话啦，靠背。这个时候啊，我先跟大家再补充说明，这趟任务 Pilot Fly 主飞的飞行员是副驾驶，所以呢，机长是 Pilot Monitor， 所以呢，刚刚那边喊100 V1 Rotate 喊这些东西的是 Captain， 所以呢，副驾驶是飞行的人，所以我们来合理怀疑一下嘛，副驾驶在飞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
规定机长才能有油门，所以放在油门上的一定是机长。好，每家公司都一样啦，副驾驶没办法，就是起飞没办法，就是自己把双手放在杆子上就对了。V1，副驾驶拉杆了嘛？1秒钟、2秒钟、3秒钟，嘣！你认为这个副驾驶他妈 V1，手在后面，那个手啊，你可能要他妈练习个20次，你才可以正确这一把下去，正好抓在那个 fuel control switch 上面。你常理判断你不可能嘛？好，那既然不可能，既然100%不可能是副驾驶去切断的，那现在妈唯一落到有可能切断的是妈机长啦。所以机长喊个 V1 rotate， 副驾驶把杆子拉起来，然后机长手犯贱去把它哒关掉，然后副驾驶喊 Who cut out switch？ 机长说 I did not。也不合逻辑嘛。首先，第一个，这个主飞飞行是副驾驶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完完全全1000%排除是他把它关掉，因为他主飞他他妈2只手拉着杆子，没有手去关 fuel control switch 是绝对没有手，不可能。那机长他要把这个飞机给挂掉，他根本不用把这手去把 fuel control switch 挂掉，他不用，一刚离地才50尺，100尺不到，绝对在200尺以下嘛。因为我当天我就说这架飞机出事不到200英尺嘛，就是210几英尺嘛，没错嘛。因为我说自动驾驶200英尺会挂上嘛，那没挂就代表200英尺以下嘛。这么低200英尺不到，我是机长，我手就要给小上去转一下，我就要把这个 control column 再不转一下，这飞机就马上翻掉了。我不用去切断这个油门。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所以说8分42秒的时候啊，发动机啊。在1秒之内轮流被切断，先是1号发动机左边，再来2号发动机。8分42秒，43秒时，1秒后马上驾驶问对方你为何切断？他说我没有啊。然后呢，47秒，就是4秒之后 ，Ran Air Turbine 开始停工低压，跟我第一次直播里讲的一模一样。我说 Rat 一丢出来，那时候还有粉丝问我 Rat 丢出来多久可以 supply 电力这些东西，我说5秒。然后呢，8分52秒的时候，这边记录是 Engine 1切回 Run， 就是刚刚被 cut off 啊，那马上放回 Running 的位置，重新点火，这是52秒的时候啦。2秒钟之后 ，APU 进气门打开，因为787非常先进，不像737，双发挂了 ，APU 会自动打。在2秒之后，第2号发动机也被放回 Run 的位置。9秒之后，飞行员可能就讲说没救了。就 Mayday。那在叫 Mayday 的过程中，2号发动机有 relay。为什么我知道它有 relay 呢？因为我们波音787啊，我跟你讲，787其实是蛮一个先进的飞机。我们的引擎数据上面啊，如果这发动机啊被重新点着，它上面会写 relay， 它会先跳一个 auto relay， 代表说我在尝试。然后呢，9分11秒，飞行记录停止。从飞机实际上地空模式表示离地是8分39秒，到 crash 9分11秒，所以才经历了32秒。这个报告当然啦，我也相信是第一个偷工减料，第二个是大概有规避的一些地方。你 CVR 都已经听出来了，你怎么可能听不出是谁喊？谁关了 fuel control switch？ 你听不出来是谁喊 I did not？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敷衍啊。其实我认为他们是知道一些细节，可能碍于一些压力没有公布。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份报告里面，印度的 AAIB 啊，他提到一个波音的服务通告。服务通告这东西是干嘛的呢？就是说这个飞机啊，如果发现靠腰哪里设计有瑕疵，我要赶快改正一下。波音就发一个 service bulletin， 你这个汽油帮浦他妈我们做太烂了，会在油箱里烧掉，靠北，赶快发一个 service bulletin 给你。这里呢就讲到了 FAA 啊发出了一个 Special Airworthin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特别的4行公告哦，还不是 service bulletin 哦，是4行公告哦。这2018年12月17号发出来的。
我是2019年开始飞787的，所以我没看过这个公告。那这个 Service Bulletin 哦，飞行服务公告，它主要的意思是讲说，我们发现啊，波音787啊，这个 Fuel Control Switch 啊，很容易啊，妈你不小心妈碰到一下，妈可以把它关掉了。他说他建议使用者把它换成有上锁的 Fuel Control Switches。这是报告，我把这一段 highlight 起来了。Fuel Control Switch Locking Function， 但是呢，这个其实它不是重点。第二个，它是建议，它也不是强制。但是呢，有一点啊，这个报告里没有提到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个15页报告没有提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啊有一份是波音787的 Service Bulletin 飞行服务公告。这个公告啊是专门针对啊波音787-890的发动机，它有特殊型号，看你用到哪一个型号。如果你他妈带赛用到这个型号的发动机，那你一定要它里面哦有个主机板 EEC 啊 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 发动机电子控制器。EEC 是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起飞，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你起飞，我从来不知道起飞推力是多少，因为都是电脑算给我的。我们飞机起飞从来没有用过全马力，我飞了27年，算过用过全马力大概不到5次，就是把它推到全马力起飞没有。什么时候会用到全马力？重飞 Go Around 或者单发动机全马力，不然你平常不会用到全马力。但是那我怎么知道我起飞推力多少？电脑帮我算嘛，它要知道外界的温度，知道我现在的空气密度，知道我现在的重量，它有一个电脑。它就算啊，现在起飞推力，比如说92.8，哦，这个就是 EEC 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这个 EEC 它干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 EEC 坏掉 ，EEC 坏掉可不可以飞？可以啊，干，我们就有一本 menu 嘛，我们就是要现在外界松山机场34度。场高，譬如说100尺，重量多少我们要去算尾风10里，修正海压11008的起飞推力89.2，然后起飞呢，我们就要自己把手推，左右2个油门推89.2，起飞，然后爬升呢 ，climb 有 climb 的推力，然后 climb 推力多少，我们要先写下来，巡航到34000推力多少，要先查好写下来，因为你没有 EEC 嘛。EEC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呢，波音发了一个 Service Bulletin 啊，就说啊靠腰这个 EEC 上面哦有一个 chip， 有一个晶片，这个晶片叫做 MN4 号晶片，这个晶片啊靠腰我们设计不良啊，用了很多次之后啊，但是这个很多次啊，大概是10000次左右啊，这个晶片就会报销，报销会造成什么情形呢？会造成 loss thrust control， 就会失去推力控制，就是没有推力啊。来，我给这一段给大家看 ，LOTC 是 loss thrust control 的意思啊。And loss control thrust event has occurred due to EEC MN4 这个 microchip 啊，这个坏掉，所以它要换这个晶片。这是我们发动机嘛，大家都知道嘛，这是往前嘛，这个 EEC 就在这边。EEC， 我之前影片我跟大家讲，哎妈，发动机那个 CL 工厂那一题，我说哎干那个好像是FADEC，我比了一下那个，结果是 EEC。去看我发动机那一场，日本航空工厂建学那一次。然后呢，这个 Service Bulletin 啊，是给这些型号的发动机，其中一个型号是 EB70/75P2， 这颗发动机呢，就是印度航空1拐1这一颗发动机。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印度航空啊171这一次没有把这个 Service Bulletin 报告调出来给大家看。GEnx EB70P2 这一颗发动机，我其实已经帮大家读完这所有的 Service Bulletin 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常理判断，第一个，这个报告说啊 ，FDR 侦测到 Fuel Control Switch 啊，油门控制开关被 cut off。这么低级的报告居然做得出来，我也是让他服了3哥。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驾驶舱里面没有东西可以记录这个开关被关掉，又没有 CCTV， 驾驶舱没有监视器，它能记录的不是这个开关被关掉，它能记录到的是这个电门 Fuel Control Switch 的电门被断电，或者它能记录到的是 Fuel Control Switch 的 Fuel Valve
油的阀门被关掉，因为这个 Fuel Control Switch 叫关掉，油路就被关断了嘛，就熄火嘛，所以它是没有东西可以记录你这个被关断的，没有。那么所以这代表什么呢？根据刚刚的 Service Bulletin， 我给大家看的这个 EEC 上面的 NN4 号的这个电路板的 Microchip， 如果你不换，刚才他第一个 Subject 就讲了嘛，目标是什么？是为了防止 Loss Thrust Control 嘛。因为曾经发生过这个发动机电门啊，突然就嘣，发动机他妈起火。但是它不是人去关了 fuel control switches， 不是。我曾经有一次啊，如果是算作我真的有吓到，是有一次我在胡志明起飞波音787一模一样的飞机，跟副驾驶 V1 rotate 一抬头 gear 都还没有收，当当当当当，我的发动机马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飞行中看到发动机，妈整个那个数据啊 ，EGT 妈 N1 拉红色，砰！下意识1秒钟，第一个完蛋要叫 Mayday， 没了。我跟副驾驶，What the fuck， 没了。假讯号这么1秒钟跳出来，砰一下没了。所以啊，我合理怀疑，就是这个是电子讯号的问题，而不是真正实际上驾驶舱妈谁去切断油门控制电门？谁啊？副驾驶也不是他，机长也说不是他，他妈有第3个人鬼是不是啊？印度鬼啊！印度鬼在印度飞机上，他妈去把他妈油门他妈切断了。来，我们重新模拟一次，一起飞，副驾驶飞嘛。我是机长 ，You have control, I have control。80， OK。1秒钟、2秒钟、3秒钟，机长喊：“谁他妈关啊？”而不是我。讯号出现，没错嘛。然后1号跟2号发动机接着关掉，飞机开始自动 APU 打着。机长马上讲 memory item。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双发动机失效，应该严格来讲，这个名词叫 lost both of thrust， 失去两边的推力。这个比较讲的精准一点，因为 both engine flame out 不太精准，所以呢，应该是失去推力。loss of thrust， 昨天我讲过，双发失效，记忆项目是什么？油门开关，关掉再开嘛。所以记录了嘛？我们看那几分，它记录那油门被 run again 了嘛？所以它不是原本在关掉位置，原本的关掉位置只是电脑讯号出错，机长很聪明，把它放到赶快重新 reset 了嘛。这是我的判断。8分52秒的时候，引擎切回 run 了嘛，重新点火嘛。42秒的时候，发动机1号、2号相继断掉嘛。52秒的时候，发动机就切回 run 了嘛。所以在10秒钟之内，其实机长发现了嘛，靠腰。他说I did not， 他妈你不是我也不是，他妈这个 fuel control switch 又在乱，发动机又挂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嘛，赶快 fuel control switch cut off 再拉起来。那中间有相隔秒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跟你们讲过了嘛，这东西啊，但是我跟你讲，我很给小啦，真的是我，但我没有看过任何人这么做过，整个机队只有我，但因为我是给小，我就故意。这2个其实分得很开，但是我就故意2只手这样勾着，我就1只手勾着，2颗拉起来，啪关掉。但是我启动是没办法，启动我都是一颗一颗，但是我每次parking brake set、engine cut off 到的时候，我就2颗一起拉起来，啪关掉。所以呢，有人还在琢磨说，为什么是一边1颗开，另外1颗隔了几秒开？因为他们没办法2颗一起啊，你怎么啊 ？Netlink 波音应该是。最不希望的就是有人说飞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我看了几个美国 YouTuber 都不讲这个 Service Bulletin 啊，但是如果是这个东西的问题的话，波音就糗大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波音对于 GEnx 发动机的服务通告 SB73-0097 Revision 01第1版 R01， 我们这颗发动机啊叫做 GEnx。GE 嘛，这个发动机是 GE 的嘛，叫 Next Generation 嘛。那本公告为 GE 所发布的 GEnx EB 系列的发动机服务通告。GEnx EB 就是给787用的发动机啊。内容聚焦于更换电子引擎控制器 EEC 主通道板 Main Channel Board 上的 MN4 为处理器晶片，这晶片叫做 BGA， 我不懂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一次更新的主要目的为预防推力控制丧失
Loss of Thrust Control（LOTC），我刚才讲的嘛，是为了预防推力控制丧失事件，以提升整体飞行安全性与系统的可靠性。适用的对象 GEnx EB 的型号，就有一堆型号了嘛，就是刚刚印度航空妖拐要摔掉那一颗发动机的型号嘛。那故障的原因跟风险是什么呢？ EEC 里面的 MN4 Microsoft 微处理器，随着时间与热循环次数增加，因为它在发动机里面嘛，其焊球就焊接点会产生疲劳断裂，最终导致处理器失效，可能造成推力丧失、控制丧失 （LOTC 嘛 ，Loss Thrust Control） 对飞安构成威胁风险。再来，波音的建议与执行时程，这个就重要了嘛，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将此服务通告建议为 Category 2第2类，但我不知道第2类、第1类、第2类差别在哪虽然不会立即影响营运，但仍应尽速完成。具体建议如下：如果该晶片未完成11000次循环，那应该在11000次这个循环前更换。靠腰，那我1000次也要更换啊。若已超过11000次的 cycle， 那必须在2020年12月17号发布日起这个 bulletin 是2020年发布的1年内更换。之后每经过一次维修，就必须在11000次 cycle 之前再换一次。每块这个 MNN microchip 只允许换3次11000次换一次，11000次换一次，最多换3次。之后整块主机板要换掉，干这个发动机 EEC 主机板换掉，大概是1/3发动机的价钱了吧？执行方式与维修要移除现在的 EEC 电子 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EC， 然后送往 FedEx International 授权维修中心。FedEx 我讲过嘛，什么发动机控制电脑什么的然后更换，然后将原本旧晶片的焊接材料全部去除，换上全新的 MN4 晶片与焊材。所以我刚刚没讲错，这个是焊球，焊点没焊好安装后回机，无需额外软体或更新结构变更废话，你他妈 chip 又不是软体问题。然后受影响的零件代号写一堆啦。附注事项：此公告所列改装已获美国 FAA 审核与批准。若营运方选择不执行此建议，如果营运方就 Air India 嘛，不执行这项建议的话GE 发动机公司将于后续产品效能问题调查中列入考量。总结，本次晶片更换为关键性预防措施，虽属于非强制性，但考量其可预防推力失控，提升系统可靠度，建议航空公司与维修单位尽速安排执行。这是这个公告。这个公告因为它是 Revision 1嘛，它可能还有其他 Revision 或者是譬如说2024年出厂的 GE GEnx 型号，不会，为什么？因为它型号已经写在上面了可能新出来的型号那个 chip 已经就不用，但是呢这一架摔掉的型号 match 嘛，它有没有做这个 service bulletin 就不知道。所以呢，我基本上我们大家看嘛，因为我就每次我都铁口直断，我个人就认为绝对1286万，不可能是飞行员去把他切掉。机长也说不是他切，副驾驶不是他切，难道是我他妈去切他的？放他驾舱里面躲了一个鬼，他妈从上面的那个天花板逃生地方跳起来，咔，不可能嘛！而且我就跟你讲，因为我做很多事情，我们就要以常识合理的来判断。副驾驶是主飞的飞行员，他手必须放在杆子上面，一起飞，他妈的杆子才拉3秒钟，他手都还在流汗，他哪来的手去关掉 fuel control switch？ 不可能嘛，合理判断不可能嘛，绝对不可能嘛。那关掉的人难道是机长吗？那如果要是机长的话，他要带着整架飞机一起孝心撞地球的，我是机长，我绝对会笨到用2个用 fuel control switch 关掉，不会啦。我 flight control 一般飞机他妈这么低100尺而已，200尺不到，一般他妈马上就翻掉了啦。最后他们还可以把飞机飞得这么好，还在没有失速的状况下飞进人家宿舍里面代表他们试图想挽救这个飞机飞机上只要一个人想死，另外一个人拦不了，尤其这么低高度，
我可以说，干你关掉油门哦，没有啊，然后我继续做，我继续作怪啊，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要一个飞了1万多小时，在波音787上面将近9000小时，一个将近1500小时的人，我要把787的发动机挂掉，我绝对不会去把 Fuel Control Switch 关掉了，我会跟像我昨天讲的一样，妈那个灭火瓶手柄我就直接拉起来了，油电气液压全断，对不对？我们看看嘛。1年之后，现在就要等1年之后的 final report， 看看美国波音会不会施压嘛，对不对？看波音会不会给印度施压嘛？如果说说明印度收了钱，洗一洗，牌又搓掉就算了嘛，跟济州航空一样嘛。所以他这个初步报告里面都留了非常非常多的伏笔嘛。座舱通话记录器，你整段都好好的，你会听不出来谁喊了，谁切断了油门，你会听不出来。这么简单的东西你居然没有解释，这个驾驶舱里面从起飞到摔掉32秒钟时间里，只有里面人讲的这2句话。我要是一起飞油门被切断，我今天先骂个10个脏话，问候人家祖宗8代了，我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全部讲出来了。这里面呢没有一个机师喊一下阿拉，喊一下印度婆罗神，我不相信这个这么重大的关于你发动机 loss thrust control 的 service bulletin， 你在这份报告里没有讲出来，那你居然讲了一个要更换 fuel control switch 的东西，对不对？你写的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你是不是想要误导人，说这个开关不太那个啊，是不是？他这报告其实最后一页有写说，目前他们调查的方向朝向机械问题，他们不倾向是人为啦。但是呢，我没有看到美国几个 YouTuber 讲，我今天稍微瞄了一眼 Captain Steve 啊，他也没讲 Service Bulletin， 也没有讲说这个EEC 的问题，他也没讲。好啊，今天就这样子，谢谢大家。不要再听人家乱讲了啊！好，就这样，谢谢大家，晚安，拜拜。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FB。神南机长疯狂詹姆士飞航管制区 A 制，位置正有787。